可是我看怎么那边买预售的人都要拼涨价哦，那你要拼涨价，你去买预售，不很奇怪吗？对啊，那旁边的中古不是好好的吗？你为什么一定要是新房子？然后也不是要来住的，就是要来自产的。当然你要说啊，没有因为新房子那个比较抗震或是干嘛好，这是一个需求没有错，我也尊重。那我是认为啦，要是缅甸那种等级的地震发生在台湾的话，你现在新房子抗震或者怎样也没有比较好呢。对啊，那个都有一个限度的嘛。那中等以下的地震那边摇921都过了，现在的中古屋是不是个个撑过921？然后现在还不是头好壮壮，然后石家登陆还一路攀高。对啊，所以市场就告诉我们说，就地震就不要想太多那该住就去住。然后你们都去拼那个新房子预售，这样给他买下去。我也看过啊，我也陪我同学，然后陪朋友，还有一些观众，我去看过那个预售现场啊。你们是被色诱是不是？那个代销小姐姐是不是？啊，不然怎么在理性的考量之下，你选到那里的预售区？自产客视角，高风险暴涨区跟稳稳收租金，这样选不会后悔。先说觉得两个都可以啊，都是好选择啊。那因为我还算年轻，应该吧我这年纪，我会想要冒一点风险来做那个暴涨。还有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次影片聊了为什么大家都不怕30年的房贷？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说，你应该要蹲补涨，还是去拼稳定租金这是来聊一个会员问我的问题，这蛮常被问的那就是我的会员影片不是都有在讲那个高雄的重大建设嘛？那个会员就考虑说，亚洲新湾区看起来不错也看我会员影片，中古屋的话有很大的补涨空间但是凤山拉拉破看起来不赖因为他看台中那个拉拉破的，然后台北拉拉破的看起来这是对临近房价中古屋有明显抬升作用那中古屋高雄那个拉拉破那附近你有没有去逛过？几乎没有什么中古大楼，都是那个军宅就4层楼的公寓那不然就透天这样，还可以做隔套收租，投报率也不会太差。这两个应该要怎么选好，这两个选择其实就是怎样，就是你要站在风头上的暴涨，还是稳定的内需市场你会怎么选？你该怎么选？那我相信应该不止这个会员就看我付费会员影片的那个，你应该也是考虑过这个问题。那这次我就不直接回答了因为这两个做法都合理，都会赚钱，所以我跟你讲说哪个不好都会有反面的立场会来骂，但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的判断首先就是说，拼暴涨会有的风险，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两个都会赚钱那我们先讲暴涨如果你真的要赌一个暴涨，你也不是去买新湾区，你不是要暴涨吗？人家在赚乘数，你要赚倍数，对不对？林园大寮大社对吧？你敢去吗？甚至要燕巢那边如果暴涨就很可能会是倍数以上，也没几倍啦，可能就是加1倍这样。那你想要看新湾区的话，那其实你就是怎样？你就是在看好 AI 的后市嘛。先讲我现在只是拿新湾区举例，你可以自己带入一些什么重大建设、产业建设的未来的前景，什么竹科啊、南科啊像林园大寮这个就是带入你所在县市的所谓的蛋壳区，还不是蛋白有点蛋壳区这样。新湾区其实跟楠梓台积电有点像楠梓就有台积电嘛，所以怎样？台积电好，楠梓就会好，就很自然吧。新湾区对应的产业链就是 NVIDIA、辉达黄仁勋黄教主，好，辉达好，新湾区就会好，就这样了但是辉达的未来会不会好？不知道呢，对不对？老实说不知道呢。如果会好，为什么这次美国关税还有暴跌很奇怪，那个对啊，那这样一视同仁的让全部砍下去那因为这个 AI 狂潮前所未见。你说以前有那个达康风暴网络的风波，网络崛起怎样可以参考，但我现在看起来我真的怪怪的 ，AI 变化的速度超级之快。你看 OpenAI 之前不久前才推出的那个 GPT-4o 的绘图功能。你应该也看过好多人生出宫崎骏的画风，你用宫崎骏他不给你画，你要讲说吉卜力工作室的美术风格，他就帮你画就这样。好了，这个事情怎样？他一出现就让很多去做这种 AI 生图的新创直接白干，而且可以用嘴巴去修图，你知道，把他的花衬衫换掉，把他的花衬衫换蓝色，帮他加个胡子，然后用嘴修，都不是很像你主管在旁边说，这张海报左边点、右边点、上面点、下面点，就用嘴来修图这样。好，那 AI 真的是狂奔没有办法去预测 AI 下一步要干嘛。像现在机器人然后真的也有人买语数科技的机器人，就干嘛走路起来也没办法，然后它有通过了程式才能做。那现在能做什么？走路跟挥手。我靠，买个机器人回家伺候的是。好，所以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辉达好，新湾区就会好那 AI 好，辉达才会好。
但是没有人知道 AI 接下来发展到底是怎样，这个就是我们去拼暴涨的时候要背负的风险，就这样嘛。因为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啊？就像之前的台积电赴美变美积电，然后搞得大家人心惶惶，暴涨你就是我这个风险。你说这个风险有很高吗？我看起来也还好啊，因为高软确实就是进驻了一大批科技的大厂，然后鸿海Y15的联开案，是不是？因为走路也会到高软的地方，预计要投放3000人在那边，那绕起赛来也不会每个都绕赛，所以它又变相的分摊这个风险。所以你说那个产业的未来超高峰，你又不是做股票的，这就是没惊啊。我们做房地产，那还好啦，这是还好。好，那最后你要知道，内需市场最稳健哦。如果你觉得你的一点点的风险你都不想冒，那我会建议你去找内需市场的哦。例如我们前面讲的凤山拉拉破，他赚谁的钱？他赚高雄市市民的钱啊。对啊，所以这是很内需的东西啊，跟那个富邦凹子底 BOT 的汉神三馆啊，这个是赚自己内需市场的钱啊。OK， 那所以这个就很稳当、很稳健哦。他也不会因为股票暴跌什么，然后他盖到半他就说不盖了，他就是很典型的百货公司的进驻。里面呢就有一堆柜哥柜姐然后就要在那边租房子或者是干嘛。那你买这边应该是不用担心房子会租不掉，而且租金有机会变得比较漂亮。租金漂亮，你房屋的总价，你换税投报会高嘛？你倒推那个总价就会高了，就这样。而且柜哥柜姐的薪水在一些逢年过节周年庆也是不是，而且他日商呢拉破的是日商，不会很随随便便的砍了或是干嘛，赔钱他也养你的这种。你自己看三井集团有多么的。这个邱国罗抽嘞，他在台南高铁那边盖啊，你觉得他生意有很好吗？假日很好了，然后平常是不是柜哥柜姐比客人还多啊？照样呢养到现在呢，对啊，所以附近的房子的出租应该是不错。那你又是租给柜哥柜姐的你要去化妆整理你的房子，除了可以拼5年以后的涨幅，还可以多一个选择，就是那你就来当房东嘛。尤其凤山拉拉破的附近就这样，你看你台北拉拉破那边本来就很夯，本来就很厉害，房价就很高，台中拉拉破的附近也蛮厉害的那个三井你有没有做过功课？就是我会员影片有拍啦，三井集团在台湾，三井很大集团，然后一堆。三井在台湾开2个牌子，第一个牌子叫做拉拉 port， 它的经营方针是开在市区，拉拉 port 市区，然后有另外一个叫三井 outlet 这东西开在郊区你要说林口 A9 那边怎么会是郊区？它以前开的都是嘛就是这样。好，那所以拉拉 port 就是市区。那你看人家都敢在市区去做完功课，要在这边盖。多少人开过会？但是学历那么高的人开过会，那边比完一堆地点了，我们把中古屋买在旁边就是直接抄他的作业没有什么不好，也没有什么风险，他们都敢了，一来一去100亿等级的投资，他们都敢了。对啊那你要收租啊，凤山拉拉破的附近就真的是收租，然后等围绕都更了，大概就是这样。那些屋龄都很高，都40几年，就迷迷村迷迷村你可以走路去看，就是。如果观光客的话，他要来应该是去到卫武营吧，然后卫武营走到对面就慈济的城堡，然后再过去你就拉拉破的 OK 好，然后你走到对面什么土托鱼面，很夸张，那边一排都是2楼的透天，就是很老的店面的后面那一圈就迷迷村那迷迷村你去逛，在那边等都更，因为屋龄有40几年老公寓这样你在那边等围绕都租都更，高雄等都更是另一个议题，可是因为它很老了嘛它老下去会变成说。有安全疑虑，那高雄市政府就不会放这种事情发生，你知道？就是你看高雄市政府如果就不去处理，然后到屋龄50年、60年，然后有一天发生了什么天花板倒塌，然后造成市民的受伤啊，甚至挂掉，那你看那个接下来这个市长怎么选？所以就会去介入了，就像那个台北市南机场那样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不然高雄谁要做都更？因为建商谁要做都更？那空地还一大堆，我干嘛要去做都更？他们整合。然后意见那么多，那空地不是干干净净的，我就跟那个市政府去标就好了。但是因为围绕，就是真的是危险不是说看起来不怎么危险，可是他要走围绕不是，是真的很危险。你去看那个屋龄，他们都44年了呢，然后是去放下去变成54年的公寓，对啊，你再不弄，市民的财产跟生命都会受到威胁，那市政府就必须要介入，就是这样。这也是全国，不是说高雄而已。全国的各地的那个县市政府很头痛的一件事情，用这个建商又不来，我怎么弄？好，你买在那边你要做收租的话，你也不用期待它涨幅会多厉害，因为它就是服务在地的需求嘛，内需市场嘛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说年轻人你选新湾区新湾区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进可攻就是说 AI 好大好那边就会起来然后非常的不好，安化那边本来就是特贸用地特贸用地有很多，像如果到时候要选边站的话，所以
还可以，就新湾区我自己看年轻人要拼涨幅，先不要去像一个老灰啊，老头在那边收租，那你先做新湾区会比较理想，因为它的中古屋还蛮便宜的。你们新湾区贴给我看的那些东西，40万、50万的到底是怎样？那边明明就有中古屋，虽然屋龄也要30年了，但是对比起来还是相当之便宜。你们去看那么好，然后还跟我说新湾区以后会涨，我怎么知道？但如果现在你们贴的那些房子，在我的资讯栏那个贴给我看，问我好不好，那我就说新湾区的中古看起来非常的稳当，因为很便宜，几乎是新房子的半价以下，那就不用怕了嘛。我才30几岁，那我愿意去新湾区那边去搏一把嘛。我没有吃到什么大的涨幅，我也没差嘛，因为自己也算半个 AI 相关的产业的人嘛，我就觉得说 AI 这个东西必须要好，不然怎么办？就这样。好，那这不是赌鬼的心态而是说，你看我选了一个新湾区有可能会暴涨的地方高雄市政府全力做多之处，绿灯开到底，大厂你要来，拜托你赶快来绿灯开到底的地方，然后我又做里面的中古屋，我又不是弄那边的预售，我已经很保守了，真的。那我们用几率来看房地产胜率我这种做法，这种流派胜率就是高的。讲八卦的时候我在讲预售的问题年轻人就先去做那个会有大涨幅的地方，比方说楠梓台积电、高铁左营后站或亚洲新湾区。那老灰啊，你会怕的你要稳健，你要收租的那大涨是应该是没有，但是就很稳健，很稳健。那你就去做内需，比方说汉神三馆凤山拉拉破了，不错啊这真的是很不错啊。老灰要再去收租不是我不看好凤山而是我觉得以现在的年纪冒一点点风险来博更大的报酬是很合理的事情。除了老灰以外，老灰就是你要保本保本是一切的前提，老灰就不要去赌博了，老灰就是真的是安安稳稳的去收租就好了，因为你不能让你的财产受到损失嘛。我们年轻我们就说钱再赚就有了，常常听到对不对？你自己想想看，你已经78岁了那边收租收一收，然后出了什么事情，然后怎样怎样，你去赌博嘛？你说钱再赚就有，我靠，你78岁你要赚什么钱对，所以需求不一样。而老了你再去做那种很稳健的内需，我个人会认为比较理想比较理想。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
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哦。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哦。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哦？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哦。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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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啊。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就是我要讲一下预售这件事情。我长期看我频道都知道，我都做中古，这个我讲话我负责任我现在手上没有任何一个预售，我不是说我影片拍都说中古，结果自己偷买预售，没有，我现在手上真的是没有任何一户预售，就没有。然后甚至一些建商让利让价请我去做广告或是干嘛，我也没有。为什么？不是建商不好或是怎么样是我就觉得预售好贵，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年轻一定要去买那个预售。我看你们头期款也没问题啊。如果你们是因为说因为我手上钱不够多，所以我那边定价签怎样讲，这个我负担得起，然后这样好，那是另一回事。可是我看怎么那边买预售的人都要拼涨价那你要拼涨价你去买预售，不很奇怪吗？对啊，那旁边的中古不是好好的吗？你为什么一定要是新房子？然后也不是要来住的，就是要来自产的。当然你要说没有，因为新房子那个比较抗震或是干嘛好，这是一个需求没有错，我也尊重那我是认为啦，要是缅甸那种等级的地震发生在台湾的话，你现在新房子抗震或者怎样也没有比较好呢。对啊那个都有一个限度的嘛。那中等以下的地震那边摇921都过了。现在的中古屋是不是个个撑过921，然后现在还不是头好壮壮，然后石家登陆还一路攀高。对啊，所以市场就告诉我们说，就地震就不要想太多那该住就去住。然后你们都去拼那个新房子预售，这样给他买下去。我也看过啊，我也陪我同学，然后陪朋友，还有一些观众，我去看过那个预售现场啊。你们是被色诱是不是？那个代销小姐姐是不是不然怎么在理性的考量之下，你选到那里的预售去？预售的交屋，我的会员兴冲冲的跟我分享然后我们也去看，我看好小，好小啊！我操，那个有办法吗？对啊，所以我不知道我就是很感冒预售屋，然后你跟我说做预售要涨价，预售跟中古很明白嘛，你预售的价格已经这样子拉上去了，中古就一点点而已。好，在这种一点点的情况，你不去做这个，你去做这个，然后你期待它怎样？它1倍它1倍的时候，我旁边的中古会怎样？对啊，它空间就很大，所以本来以前就是说着玩的，那现在看起来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是说天塌下来了，有预售顶着。对我们中古来说，天塌下来了，有预售顶着。然后你看这次的预售屋，到底有谁赚到了？股票一杀下来，然后又在那边抛售，又在那边平转，又在那边赔售，或是干嘛的？做中古嘛，就中古不是好好的吗？对啊，真的是好好的然后被第2屋、第3屋卡。如果你是这种原因，你要去做预售，那你也不应该发生什么股票大跌，导致你的预售就现金流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不懂那这一次确实发生了一个情况，我也没有一直吹说什么中古很好很好，而是说中古就稳健嘛，保守嘛，你要买门槛是高的嘛，头期款、中介费，然后装潢整理的钱就要下了好。可是就是稳健保守啊，那个有多稳健？稳健到你看这次股灾，我根本来不及跑，好不好？如果真要跑了，我也来不及跑。然后美股现在夜盘好像又川普发那个文，又说什么除了中国以外，其他的国家都90天什么的。好，那又那么狂拉。好，总之就是说预售，我不懂。我以前也买过预售，但是那个是红单时期，然后我也没有等到交屋，就真的很垃圾的回忆啦。总之就这样。那时候我就觉得说预售是怎样，怎么拿大家的预售就拿来炒作，真的是炒作呢。看起来我惊呢，我恐怖。那中古好好的中古买来立刻升租金，租金高不高不是重点，重点是它有现金流那持有中古真的是蛮稳健的一件事情。预售好敢拉，真的是好敢拉那怎么拉的我也不晓得，我未看现在是这样，就建商嘛，然后代销来提案，然后提案就你可以想象假设有5间代销要来提案要卖他这个案子，这5间代销一个跟你讲说，我们看一看
你的这个案子的这种规划我们公司有办法帮你做到一坪45万，好，第二家46万，第三家47万，第四家不是49万，他直接跟你说我们公司应该可以卖到均价52万，你是建商你给谁卖？废话，你当然给那个，我也不知道他唬烂还是怎样，但是他就说他可以嘛，然后洋洋洒洒数据跟他做出来嘛，就变成说预售真的很敢开，你不那么敢开的话，你的代销你拿不到案子啊，然后就变得很敢，好，中古的落差就出现了就落差很大一个落差。我们这次中古确实遇到一个情况，就是说补涨还没上还没有在大跳结果就第7波先管制，市场就冷下来，所以就等于说是卡在这边，卡就卡，对啊，卡就卡，卡就给它卡，不然我们是能怎样？稳健安全，然后稳健安全之下去做我说的高风险的区域，就是未来可能会大涨的区域你看新湾区，你看我影片那么久，我有跟你讲高大，我有跟你讲男子吗？对啊，真的没有，我看一看我还是很怕，我连做中古我都会怕我都做蛋黄区那涨幅不够高，不够高，不够高，一样都是求不死这件事情，这样子才有办法在70岁人生结算，你这边走路走一走，站一站就尿失禁的那个年纪，然后手上能够怎样，有房也有钱，你不要去做那种会让自己出局的事情，很恐怖了。比方说股票，比方说买了一堆预售，然后一有个风吹草动在那边，就是你如果是要拼涨幅，你去买预售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我不知道为什么呢？可能是我太不懂了啊，预售可能有没有神奇的招数可以有没有炒或是干嘛？我不懂啊，但是我们就做中股，然后等补涨，看起来是安安稳啊。看我们这群人安安稳稳的，真是安安稳稳的那这是股票股灾也没事啊，他们也有买呢。我已经是奇葩了，就是我没有去做股票，那他们有做呢，他们有真贷去做什么，然后股票那边大赔，然后那边喝酒那边讲，大概有这样，对，也没事。他手上的房子都没有风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杀下去，一些朋友、一些观众就来讲说什么他预售没办法，奇怪，那之前到底是怎么做的？好啦，扯太远了。总之就是说，我们要做稳健的事情，然后在稳健的大保护伞之下，你去拼高风险的地方。比方说，就年轻人你去做新湾区，我是叫你做新湾区呢。如果要做，你要不要先看一下新湾区？你不要去做什么台积电就会外移到这里来，所以怎样，然后去做那里的预售，不是啊？你去做那个新兴从化区那边的预售，除非都是田野，不然的话，那边的中古屋不香吗？那个预售给他拉到40几，是哪边我又不讲，拉到45，旁边的中古我那边去看才18，你怎么会去买那个40几是怎么样？代销小姐姐真的那么香吗？不懂啊。好啦，预售我知道一直以来是市场中一个很重要的流派，然后你中古的话，你就会被2屋3屋的限制卡住。可是我也讲了卡住的处理你就去做蛋壳区的超低总价，比方说530万，还可以让你杀一杀可能480万，480万的第3屋。贷款只能够3成，30就是3成你不是就400多万，自备7成，对啊，300多万为什么差不多？解法就这样，这个解法我也讲了，然后真的要去冲那个预售，我不知道如果你要买预售是要来自主，好，我没意见，我真的没意见，因为新房子嘛谁不喜欢新房子啊？然后又安全又地震又有抗性，OK。可是要自产，你去自产预售没有不好，你去自产预售，我就不晓得你为什么不去放那个中古，就是会产生现金流的东西。哎呀，我真不晓得不然你分享你的看法，在留言区来教我。我真的是虚心求教，我就不知道预售到底有什么魅力，代销小姐姐这么香啊？不知道，我看过，我觉得还好，还是我那天遇到上班的那个接待我的那个还好，我实在是不觉得有什么嘞。我觉得中古还是稳健然后又做大保护伞蛋黄区大保护伞里头的稍微有风险的状况，比方说新湾区就好好的，而且在这种地方我做的还是中古对啊，所以中古那是败无可败，我也希望不要再出什么岔子，然后就是这样一路安安稳稳，然后这到我的70岁然后就人生结算时刻，结算下来我有房也有钱，安利的喝不要去做那种会让自己被抬出去的事情，奉劝大概是这样。